好，那么5个检察官跟吴乃仁奢华晚餐，每个人6000多块，蛮贵的了哈。那北检呢调查说有违检察官的形象，公正不阿怎么会这样跟他吃饭呢？而且跟吴乃仁，而且钱还是人家付的另外的这个业者付的所以呢送去做评鉴那评鉴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评鉴也许有事也许没事那另外呢，北检2次要书面约访吴乃仁，所以来讲讲看吧，你为什么刚好跟他们碰在一起他们都说跟你不期而遇那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来呢？你干嘛去吃这个饭呢？2次都不去，根本不理你们你把我怎样那黄国昌现在又说呢，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王俊立为什么没事王俊立当时跟那个这个也是桃园县前县长郑文灿然后呢，当时也去吃，好像也是聚餐等等还有在台塑 A5 大楼招待所还有当时的杨兆麟杨兆麟不是后来也牵涉到那个土地案嘛你们都在一起吃饭呢，那怎么都没事呢？怎么现在这5个检察官就给他送去评鉴呢？那另外呢，他们几个人花了6万块，一个人6000了包了一个那个房间，所以呢，检察官徐明居他是约这些人来，说他的缺失最严重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检察官这件事情的确是不能有双重的标准你不要忘记蔡英文当初就是为什么会当选，在第1次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司法改革那件事情，你看震撼多少的人心，大家就要给他一个机会，让我们司法好好的改革。结果8年他的执政过去了，司法有任何改革吗？你看，从他过去里面，他反而犯了非常多司法上的缺失。像第一个，他提名了非常多跟他政治意识形态非常雷同的大法官；第二个，废掉特征；第三个，他也公然的介入了一些很多的检调的一个人士，这些都是在很多的资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这些东西部分里面呢，让大家对这个司法说实在的，慢慢的就失去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过去是一个非常中立，大家认为起码都还有一个基底点，对于一些人的一些的诉讼还能够维持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司法上面的一个公正性。可是一连串下来，你老实来说嘛，每个人都说，你看我们也办了郑文灿我能办了陈启玉可是你把他郑文灿起诉的这个时间点，还有陈启玉目前为止跟他对待这个民众党的主席，其实对待就是不一样。但当然我们不会去一一来去做这些的事情，但是以他这个宴请，你不要忘记王俊立在这个时候他还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已经是在所谓的政风处如果不调查的话，那就是他自己本来就应该自行调查。但是我说实在的，以目前民进党这么多人想要争取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个是北检最高的这样子，未来都是第1号的这个红牌人物的部分，你却把它弄下来，会有很奇怪吗？其实不用太意外，我可以跟你条列大说，你不用太意外，因为目前为止，当初在争北检的时候呢，有跟很好的有跟苏系交好的毛有曾，与跟郑明谦交好的张宏模，还有跟我们高雄很多市长交好的庄荣松，所以太多候选人了。你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呢，让他因此受到的这个检调单位的这个调查，让他中箭落马。后面这群人上去，你觉得不会符合吴乃仁未来这样的一个模式吗？如果民进党都还是认为真的是老型仔仔这种模式换了另外一个，只不过是另外6个检察官还会继续再把这个豪华宴再继续吃下去罢了。好吧，他们一个豪华宴一个呢台塑大楼我常常觉得说了现在就这些官员，当然你不能说薪水多高，也没有那么低嘛真的要吃个饭自己吃不起嘛，非要去吃人家的嘛吃人的嘴短嘛，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基本上就是说这些应酬就不必去了嘛，要去跟自己家人吃个饭也就好了嘛。那如果的确是有商人来，我请嘛，不要你请嘛，那么就不要吃嘛。我在环保署当处长就这样，我绝对不吃商人的饭。那真的有必要吃，我请，我出钱。你从来不请我了。那个时候我还跟你不熟，所以呢，所以基本上你要避这个嫌啦，要避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不跟你讲，我当环保署长，苏贞昌是屏东县长，打电话很热情来说邀我到屏东去演讲，讲这些环保，我就去了对不对？去了以后他也很好心帮我跟助理都安排在那当时凯撒饭店，那很贵，最好的。垦丁是在垦丁垦丁凯撒，那时候最好的那个时候刚开幕嘛，
后来我钱退他，我自己付啊，我还贴钱付。那其实环保署长的那个出差费都没那么高的，那凯撒的很贵，还助理钱我也付了。对，不要嘛，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要不然我就不住我就自己出钱，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嘛。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些人要到处。以前听说那个酒廊啊什么，去看看，很多司法人员，很多这种警政司法人员很多在那个地方。这是搞什么鬼呢？对不对？那这样大家还会相信司法的公正吗？洪宁。我觉得这件事情几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中间有一个业者，是因为业者跟这个徐姓检察官蛮熟悉的，所以他们就搞那个人力中介。对，那我觉得你们如果熟悉，你们两个自己吃饭就好了。你找那么多其他检察官啦，再找吴乃仁来，也很奇怪。然后我觉得吴乃仁出现在这个场合里面，这些检察官没有立即的离开，也不是那么的适当，因为吴乃仁现在还是一个管收阶段。不是管收了，就是他还在积欠国家1.7亿，在台糖案这上面，所以他是一个积欠国家，但是又常出入高级场所的人。那我觉得民众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民众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他积欠了国家这么多钱，然后国家一直不处理，台糖说他强制执行了，可是强制执行就一直没有看到被执行啊。那你可以看到吴乃仁还是常常的到处跑啊，然后新潮流的这些大佬们，还有新潮流的立委们，还是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你要民众怎么会去相信，就是说这个司法是能够有一个平衡的？再加上就是说，然后黄国昌今天拿王俊立这件事情来讲，那当然王俊立这件事情之前，我想应该不太多人知道。那你现在看到王俊立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说他居然连调查都没被调查，然后惩处都没被惩处，移送都没被移送，评鉴都没被评鉴，那我也觉得很离谱啊！王俊立这个事情在郑文灿的这官司里面，已经很多很具体的这个状况都出现的时候，那王俊立应该要再处理。然后吴乃仁针对这件事情，你2次都不去做说明，其实这也算是藐视公署吧？对，就是你2次要去说明都不说明，然后。如果是一般朋友聚会，你就去，然后你就讲说一般朋友聚会，那你这样子都不愿意讲，那表示说，我越来越怀疑，就是说这场参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猫腻了。南慧，我觉得人家吴乃仁就是厉害，就是优秀啊，人家就不用去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应讯嘛。他这个不是只有跟这个检察官吃饭呐，我们那个许志杰，他在这个该投票的时候没有投票，不是也是跑去跟他吃饭嘛？谈宇宙大爆炸，对。所以我要说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双标而已。我觉得民众的这个观感。还是会看为什么大家对司法会越来越不信任哦。这个王俊立，他当时在担任桃园的这个地检的这个检察官的时候，检察长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当时就2次牵结了郑文灿的案子。那去年郑文灿的案子被起诉，然后定验之后，那你是不是变成自己打自己的脸？都光这件事情，难道王俊立都不用查吗？更不要讲，就是国昌讲说他就有去跟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厂商有吃饭。当时王俊立的工作是调查局局长，而这一位台塑的相关人，他当时正在被调查当中。那如果是用一样的标准，其实我还记得这个吴乃仁一起吃饭的这几位检察官，刚开始他们去到看到的时候，也是说第一次的说法是说他们是下刀啊，他们就立刻离开，后来又被打脸说没有，他们没有立刻离开，只有差3分钟离开。但他们现在已经被送评鉴了嘛？那用一样标准就好。我来回头看一下，当时在调查局做局长也好，或者是在桃检做检察长的这个俊立，现在也是我们北检的这位王俊立检察长，第一大长，第一大长嘛，就用一样的标准来 check 一下，需不需要也来这个回头来做一下相关的评鉴呢？我们今天讲吴乃仁跟李文忠都是新潮流的哈，那吴乃仁跟邱毅人他们当然创了新潮流啊，那乃公呢？他是民进党里面，我觉得最接近国民党的刘泰英的1号人物嘛。那不过他不如刘泰英的地方很多了哈。就说刘泰英呢，他虽然呢是利用了他国民党党产会主委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财经界呢呼风唤雨啊，可是呢他毕竟呢用的还是党的这个资产嘛。但吴乃仁呢，他在陈水扁担任这个总统期间之内的时候，除了台糖，
他担任证交所董事长的那一段期间，真的是呼风唤雨啊。然后后来呢，又把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台本变成他们家的，我觉得这点真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当然，吴乃仁他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已经对于党务的整个的涉及新潮流系啦，整个的涉及已经不是那么的深了。可是呢，他在政坛里面的分量呢，当然还是举足轻重啊。特别是现在又是新潮流的赖清德当家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我觉得业者他心里面在想什么，真的是蛮令人好奇的哈。你今天呢，一个很爱做关系的、很爱做关系的检察官，然后业者请他吃饭，然后这位这个检察官呢，又找了他找了底下的这些过去曾跟他有下属关系的检察官呢，到了现场来，他们想要透过吴乃仁，还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好奇了哈。然后有一些的行业哈，是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而且要慎读啦。法官、检察官，还有你牵涉到这种股票上市公司的就上市公司市值操有生杀大权的职位的这些人，你们要想到你们自己的角色和你们自己的身份，你们出入场合交往的对象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觉得黄国昌把王俊立拉进来，其实跟这个案子无关啊。他只是说同样是检察官了，他喜欢咆哮，就找个人进来咆哮一番。我觉得这个我们媒体也好，我们这些讨论的人也好，对这个案情其实不怎么了解。我们围着高墙在绕啊，不得其门而入。我觉得关键是那个徐明居，甚至找4个检察官。对啊，就这那么多检察官，你为什么找这4个？为什么找这4个？还有呢，你跟那个人力中介的老板是他委托你的，他有没有讲说为什么我要请吃饭？就要问他。所以徐明居跟老板有关系，跟这4个检察官有关系。还有呢，大家都喜欢讲吴乃仁，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一个过去的政治人物，非常 colorful， 非常多姿多彩。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场宴会的角色恐怕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怎么想啊？吴乃仁要影响什么？他也许就是这些请吃饭的啊，或许呢就觉得吴乃仁现场在场，就好像传播妹，那好像传播妹一样啊。谁是传播妹？应该检察官还是吴乃仁？吴乃仁，不是，应该说这个人力业者如果有跟政府做生意的话，那就不一样。不是，我跟你讲，他误会了。我跟你讲，吴乃仁坐在那边可以强化这一桌饭的分量，因为他就是这个，这跟传播妹一样啊。传播妹坐在那边，哪有增加分量啊？当然增加分量，是你不懂才不晓得分量。我跟你讲，好了，我跟你讲，这个吴乃仁的角色到现在大家把他看得很重，我就重点在徐明居跟这个人力仲裁的老板嘛。我这两天在想说，为什么检察官要去给他吃饭？对啊，为什么？对，几种可能了哈。就现在来看，第一种呢，就是当事人跟他有利益的关系，所以呢，希望能够跟检察官拉了关系，然后透过关系来吃饭。一个是上面有压力，比如老板说，哎，你们去，大家我帮你们认识个人，这是另外一种啊。还有的是检察官将来很多就当律师啊，他要当律师啊，他现在就把关系垫好啊，都大老板了，对不对？这些将来以后，这律师事务所都你当检察官很神奇，当律师没有生意的话，你是喝西北风啊，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把关系打好，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人力仲介。好，那么赖清德10号下礼拜一要第一次邀请吴院院长查叙。说这样呢，看能不能化解朝野的僵局，而且呢，川普反正现在大家都猜嘛，川普要搞这个关税战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那第一次吴院长查叙了通常按照宪法，就是院际之间如果有什么纷争，总统是可以出来协调的那是一种但是五院可能就不是，五院现在没有到五院自己打成一团嘛现在最多是行政、立法，了不起加一个司法了好，那么赖清德启动说这个叫做院际协调权，就是不是总统请吴院长也很正常嘛
那民进党党团说，总统是要努力化解朝野的冲突啊。然后呢，王宏威委员就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你这边啊大家和谐，那边那个发动罢免啊。然后呢，这个等于是黑白脸啊。立法院办团败了啊，民进党的委员呢一个都没出席的，这就是释出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要开战了嘛，不跟你什么示好都不用了哈。所以韩国瑜就至少他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呢，如果说罢免的国民党委员够多，不过半，蓝白加起来这人数不够，院长就不用干了，人家就换新的院长了。所以他说我快被罢免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主持团拜了，院长主持团拜啊。韩国瑜是蛮会这个讲笑话的了哈。那所以媒体也说，民进党是摆明要翻桌了，就是不跟你们团什么拜啊，根本不要跟你恭喜啊。那韩国瑜就说，因为那天啊年后第一次办朝野协商的时候，柯建銘又差点跟黄国昌吵架。柯建銘现在显然就喜欢去跟他吵架，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故意的呢？有时候也是故意的，我就故意跟你闹嘛，对不对？就跟你干了会开不成嘛？还是个性现在变成说什么膝盖不好了，还是个性变得比较不好一点哈？那韩国瑜就说：“哎呀，我现在要拜孙悟空了，拜孙悟空了。哦，孙悟空72变啊，所以呢，只有拜孙悟空才想办法把朝野能够看能不能协调，太难了，只有孙悟空办得了这个事情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銘又去拍桌子，又生气，韩国瑜就说：你刚开完刀哦。”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这也是脸消，这也是脸消。我刚刚讲，这才叫做脸消为了哈。然后呢，这个柯建銘说他受到恐吓信了，对他全家了如指掌。哦，太太是谁，儿子哪里，什么非常清楚，一个写清楚，而且是要杀他全家。哦，啊，柯文哲呢，这个柯建銘呢，这个协调以后就丢了3个安菇柜给韩国瑜丢安菇柜什么意思？不懂啊。所以呢，韩国瑜赶快安抚他啊。这个而且呢，这些威胁信还用苏巧慧的名字去发，就冒名顶替啦，就冒名顶替。来，这个亮君怎么看？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公民团体这样子的一个罢免行动的整个全台湾的政治氛围底下也确实需要大家各界不管是朝野都要有很多的智慧啦哈。那么赖清德总统现在邀5院院长一起来查叙那当然是希望说从去年的这些相关的法案的修法能够一直延续到预算，那大家各个院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或者是主张跟立场，希望透过总统然后来大家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聊聊来去试图能够解开这个僵局啦哈。那当然这个蓝白就一直觉得说那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又在玩两面手法？我真的要讲，其实这些所有的罢免行动真的都是公民自主啊！你一直要去讲说这是民进党发动，或者是如何，所有的这些公民团体，包含说先前有送到中选会这些领衔的这些成员，其实都跟民进党没什么关系啊。那你现在要去讲说民进党玩两面手法，我觉得这是过多的揣测，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多次在党中央的中常会里面，甚至包含党中央也多次的跟这个党公职一直提到说，我们在罢免这个案件上面呢，我们的态度是协助公民的行动，而并不是去主导，甚至是站到第一线。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公民运动，民进党一直以来都跟公民运动站在一起。那我们扮演怎么样一个辅助的角色？因为确实在这些公民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是不管是可能会遇到警方的冲突，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会遇到各种的状况，那这些其实作为党公职或者是作为民意代表去予以协助，老实说，这退一步讲，其实就是选民服务嘛。那我们给予这样的协助跟支持，那尽可能的说让整个活动都能够顺利进行。我想我们一直都是从不管罢免行动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那至于说现在整个行政团队希望能够透过5院的这个查叙，能够缓解整个政治的紧张局势跟氛围，我想这也是赖清德总统在尽可能的做出最后的努力啦。那到底接下来立法院或者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能不能释出一个善意，我想都是考验大家的智慧，因为毕竟接下来如果真的进到有所谓的罢免案成立，甚至进到投票，甚至还最后要有补选的话，我想这对整个全台湾来讲都就是对于朝野的这个对弈来讲，其实会更加
加的剧烈啦。那所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方案，这是看大家的智慧，否则最后就是全台湾人民再做一次集体的决定。我不晓得亮君刚才这番话是他自己的判断，还是奉命不得不这样讲。今天坐在这里的，如果不是他，而是别的民进党的代表来，我一定绝对一点都不容情的，马上批判他，而且批判他非常的严格。但是亮君年纪轻嘛，我觉得给他一个好看年纪轻，那是你讲的，你这个叫是揣测你的心理。不，你这个叫不当行为，拍马屁，不当的拍马屁。你要说什么嘛？他有什么讲？有什么问题？讲了哈，这个今天总统说请吴院长来，这个是依宪法的最后一条路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一定要把最后一条路走完，人家你们才没话讲嘛。那5个院长什么意思啊？立法院长、行政院长已经2个人斗到根本都没地方跑了。那司法院长是代理的嘛，对不对？考试院长是谁？不重要嘛。监察院长陈菊刚从医院出来嘛，对不对？你这些公共话，这个他妈本身那啉咖啡得当解决代志，这是不得不走完的程序。我告诉大家，这个那一天这2天前，这个案子递进去中选会就开战了。全国从现在到9月，也许到年底，这个就是遍地烽火的什么？人家说这个当家不闹事，这是闹事吗？不是，这是内战吗？很像啊，这是内乱吗？不止，这是内战。那这个蔡生元讲这是内战，所以国民党要反内战，这句我不同意。有内战跟反内战吗？老共在中国大陆淮海大内战什么这什么大战，国民党也进去了，两军冲突啊。内战就是两方才能战嘛。不是，是要么正面对干，要么我打你的背后。你在我的地方打游击，不管怎么战，2个人都要战。这个现在已经全面的，从现在整年了，这个蓝绿跟蓝白跟绿就是对干了，而且这是什么方法呢？这个就是民进党不愿意做朝小野大，而去执行朝小野大的国会所通过的法案。他说我没办法。其实这个是讲的过度哦。你如果不会干，我来干，你知道吗？他只删了那么一点，你现在整个删完以后的预算还比以前的预算多啊！你怎么不会干呢？你不会干，表示你无能啊！所以呢，他既没有办法争取其他党的成员，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是不容许的所以呢，我们的总统只能依赖自己的啊！你既然没有办法组联合政府，所以你最后的这一条路是唯一的路啊！这条路是什么路？这条路我讲慢一点，因为这是有一点学问的。这一条路是局部的、迂回的、绕过宪法的、非典型的、自己的成本相对低的局部的国会解散国会。你如果想到极端，老柯说所有的国民党文我都要罢免掉，41席。如果国民党说你的文我要统统罢免掉如果2个。当然不可能。如果2个往极端想，2个都成功，不是解散国会吗？但是不会都成功了。这个是解散国会的变形了。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宪政惯例，而且已经造成了。我跟你讲，这个我不讲不行，我讲得很慢。这个赖总统，阁揆不重要，这个老柯也不重要。赖总统，你已经在台湾的宪政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全球独一而二、史无前例的污名，而你自己还不知道。好，我们看到这些立法院这些高层他们到底讲来讲去讲些什么话这刚过年了，你听听他讲些什么，死过来死过去，来看看。人家跳位了，你们搞这一套，每天都搞这一套。不敢让我讲话讲下去，我今天跟你没完没了。新会期首次朝野协商就连拍3次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这火气真的很大，因为他收到恐吓信要攻击他的家人，却讲太久被打断发言。然后讲完你再讲好不好？这么重严肃的事情，人家要按照我全家。然后你有问题。谈到这回要讨论的重点选拔法复议案，柯建铭话说得更俏。柯总召升官早死早超生的，反正都不会赢的，没有关系啦。我都不知道谁死哦，不会了有必要会帮你诵经的，不要急啦那个
因为不要讲这些啊，快乐的话。不过面对大罢免潮，黄国昌喊话会召集志工全面开战。黄国昌加入罢免团队啊，死得更快。大过年的，我就不回应了。孙悟空，我赶快念3遍孙悟空，孙悟空。韩院长怎么缓颊似乎都没用，只是会议一开始，朝野原本都同意2月11号表决选罢法复议案，2月25开议，同时邀请卓荣泰院长总执行，3月6号召委选举，3月10号各委员会首次开会，但柯建铭始终不愿在结论上签字。我提醒一下，那个柯总召脚刚开过刀，不可以搬石头砸脚，好吧？我们休息5分钟。有，柯总召脑袋一定很清楚。哪一场？你讲像讲这种事话，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眼看柯总召喊话要讲到凌晨12点，2个小时过去没有任何进度，蓝白总召部分警告黄国昌直接离场。那你现在讲到叶元之干嘛？我们现在讲开议日嘛。我会讲整个你们错了逻辑嘛。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显然没办法达成共识。我讲5点半嘛，召开谈话会的时间，我们谈话也是当我来讲话对不对？能这样嘛？有公会不正神。新会期首协商没共识破局，最终开议时间恐怕只能等韩院长再召开全院谈话会确认。所以大家看这个会，这些讲些言不及义的话，真无聊。来，这没有错了。我觉得柯总召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多，我不晓得是因为身体的因素，他的确跟之前大家只要跟他共事过都知道，他算是柯总召对于所谓议事规则，他都还会运筹帷幄，而且他都不会站在第一线，他都是让其他的年轻小白站一线。你看现在朝野，我说实在，不管是财划法或者是预算，通常我们都需要来做一个协调，其实大家都有空间等着。我们要删这么多，等着你来画帕拉 K， 然后我们来看看中间到底可以怎么样取得一个最大的共识。这次的总预算没有协商啊，因为每次协商就要听柯总召从头讲到尾，讲3小时，从盘古开天开始讲起，你只要看直播就知道嘛。所以每个人都会受不了，到最后大家算了，就直接上表决台。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要负上非常大的一个角色。你刚刚看到那个情景，这就是一般来说召集这3大党在一起的日常。这不是只有这一场，日常就是这样子。你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柯总召还是怀抱一个不愿意跟大家坐下来好好沟通协商，然后每次都互相叫嚣说你们不愿意谈这个东西，你们要霸凌，然后怎么办？台湾以后变成什么样？当上1年罢免完当上1年再罢免，刚好2任罢免2任当选，4年结束。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行政院当时说预算被删了，没有手语老师了，后来台北市议员就说就可以找台北市政府有这个提供手语老师啊，那结果呢，刘长辉就拿出行政院的公文了，说呢这个他们演得太大了哈，为什么呢？就他的公文里面说因为呢这个行政院的公文呢，贵府社会局向媒体表示，请贵府确认是不是可依媒体报道所在提供手语翻译服务，意思就是说报纸治国不是就是有一点不太好意思了就是说，但是呢又不好说，你就派手语老师来吧，就说媒体说的那所以呢这个议员就说你干嘛呢？要就要，干嘛还特别要推到媒体身上？那另外呢，行政院还是很遗憾你们在野党明明知道我们的手语。我们需要钱去请手语老师，你们偏偏要删除什么意思而且呢，请台北市政府服务也不过申请2次而已啦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这跟次数多少其实没关系那么另外呢，这个说呢没请手语老师也是怪蓝白，然后呢疫苗呢说不够了也是怪蓝白那 NCC 现在也如法炮制，NCC 开记者会也说。我以后请不起手语老师了所以呢，只看这个手语老师表情也超无奈请不起我了那而且NCC还讲说以后房租都付不起了所以呢我们要暂停缴付房租，所以呢网络就说你秀下限秀到这种程度，真的那么严重吗？房租都住不起吗？那另外呢这个说这是用苦肉计，还有恐吓法，一个是苦肉计嘛。对不对行政院开新春团拜都没有茶点我差点把过去留下来的茶点拿出来给大家吃所以我想说，你过去茶点拿出来，我花几万块给你买你过去茶点现在还能吃吗？去年茶点有留到今年，怎么可能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过头了
苦肉计啊，然后呢恐吓法啊。那另外呢 ，NCC 也说，我现在委员不过半，不能开会了。所以呢，你们现在呢有几十个台哈，37家电视啊、无线电视啊、有线电视啊、广播电台什么的哦，因为它是有执照有期限嘛，哦，几年、6年了、8年了等等，期限到了就要申请这个 renew。其实 renew 每2-3年都已经 renew 了，每2-3年就已经有那个评鉴了，然后到最后再换照再一次，所以平常其实都有的哈。那但是现在因为没有委员不够嘛，就是说我们通通不能给你们。啊，那以前呢，我的经验是说，你换照时间到期呢，我们其实很早就送那个申请书了。去年6月就应该用。不是，我们就可能早1-2年就把申请书一直慢慢给你审查，不审查，时间到了怎么办呢？发个临时执照给你。哦，临时执照就是他继续慢慢审查，啊，一直到正式执照给你才给你。那现在 NCC 好像有说了，就是你们告我们嘛，你们媒体我现在都发不出来，你们告呢，法院就会说发个临时执照，我就发个临时执照。哦，那工会现在也要去反映，所以那你干嘛还要这么麻烦，还要去搞个诉讼呢？这干嘛？你就发临时执照不就好了吗？哦，所以到现在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了哈。哦，那网络是说你敢吗？让37个电还包括公视通通停播，你就会做这个事吗？还有呢，老3台无线台，因为现在有些人也没有装 cable 啊，那乡下可能就是看无线台，不用花钱嘛。哦，那你突然把它停了，哦，所以呢，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换发？现在不知道。NC 要开会了，就要开会呢，马上要开会哦，然后呢，看看到底怎么样。那张启凯说呢，恐吓人民，其心可疑。看一下。一度因预算遭砍消失的手语翻译，过了1个年又回到政院记者会上。我目前呢是紧急申请到台北市政府的听语障沟通服务的方案，来提供手语的翻译。未来呢会在合乎预算法的相关规定之下，来持续研拟替代方案。手语框上还注明是为了听语障人士权益，所以由北市府提供服务。北市府则回应，行政单位在预算安排上以弱势族群需求为优先，本就是政府该做的事，只是北市府的隔空开酸，或许也跟这份公文有关。原来政院在申请手语服务时，请贵府确认是否可以媒体报道所载协助提供手语翻译服务。整篇公文是满满的政治语言，凸显出行政院根本就只是想要利用预算来政治斗争。行政院好像学乖喽，手语翻译强势回归。我们这边感谢蒋万市长。蓝营的得意，行政院不服气，发言人翻呛市府的听语障沟通服务方案也是由北市府的预算支应。目前政院仅申请2次作为短期因应，只是说到朝野互斗卡关的 NCC 人士 ，NCC 又出招，称因委员人数不足，无法开会，且按法无临时执照可发，包含台视、中视、华视、公视等37家频道，因执照到期7月恐通通消失。请 NCC 不要再乱放话，只要行政院赶快依法提出合适的人选，立法院马上就过了。讲什么时候会重提 NCC 人选？没电视看，没广播听，谁的错？行政院仅回应，新任委员名单的调整将在完成征询后送请立院审议。如果 NCC 他要发执照，如果是在今年6月底，我觉得 NCC 根本就在情绪勒索。我先说一下，他过去说，如果我们没有委员不够的话，我们 iPhone 就不能进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就 iPhone 有没有进来？还是照样进来嘛，所以他完全就是故技重施嘛。那以发照来说，他说如果说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他这个有37家没有办法达到执照。今年6月如果是一个底线的话，去年6月的时候你就应该提前1年就要前置作业。你也不要忘了，去年的时候到8月1号之前 ，NCC 还有8位委员哦，还有8位你不能做事，你就要挪到现在的时候才来做事。那表示这1年当中，而且你不要忘记，当初你所提出来 NCC 委员有4位悬缺，那时候赖清德也不愿意为这4位委员来背书，他还说立刻赶快提出人选，越快越好。结果到现在为止有提出来吗？也没有。你放任4位委员没有提出，然后今天来告诉我没有办法审这些，然后呢6月时候就要到期。你有这么长的时间，各位不是只有520，并没有政党轮替，都还是民进党执政。你如果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在你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在组织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拖到现在，还要让大家觉得说，那到底目前未来是如何？所以你把它拆开来，重看过来，你现在反而让大家觉得事情做不好的、不想做的。
的，你都怪给蓝白，因为你删的预算，说我们不能有这个，不能有那个，我们都在仔细的思考，搞了老半天，他最后什么就摆烂，什么都不做，然后最后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就是你蓝白不给我预算，多增加了300多亿的，你真的还不会做事吗？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卓院长啊，你真的必须要在秤跟总统还院长，虽然我也认为那是个大拜拜，但你好不容易可以3个互相碰面的时候，是不是把那3位总召也顺便带去，是把3位主席也顺便带去，大家坐下来屁事密谈，把过去这1年台湾所发生的纷纷扰扰全部来把它摊开来，好不好？把你们全部关在里面，好好把它讲清楚，出来再对我们国人报告，否则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事都互相推来过去，我们也受够了这样的国会的乱象。有一点我最不解的就是说，好 ，NC 委员不够，大法官人数不够，就补提名就好了嘛，马上提啊，马上审啊！你总统有这个权，立刻提送到立法院。哎，你立法院也不好，每次都把你全部干掉，这多难看啊！1年了也没有啊。你只要提的人，大家觉得还可以，对不对？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学生有地位。蓝白要删也很难的，把你干掉。你不提人就不懂什么意思，就摆那个地方是空着，然后就说我现在不够，不能开会，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大法官你也去改那个限速法，去释宪啊，然后要搞这个补提，只要多2个就够啦，对不对？都不肯提。那就真的很奇怪，我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啊，王慧。我在想哦，这个 NCC 大家还记得去年有一位主委叫陈耀祥，所以刚刚赵大哥讲啊，其实我认为啊，只有民进党就应该直接讲，是赖清德要做跟不要做而已。大家还记得陈耀祥曾经为了要处理进电视的事情，他是想尽办法要开会，怎么样想尽办法开会？我们这个立委们冲到 NCC， 他是东躲西藏，用线上开会的方式，他都要开会，所以只有他要开跟不开而已。所以他如果真的希望赶快处理，那就赶快提名嘛。那我要回来讲啊，我认为哦，赖清德要找这个5院的院长查叙，叫这寡拿给小金啦哈。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上次卓荣泰院长请3党好的3长们来去吃饭，那件事情明明白白，之前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你就要把你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应对方案要想出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出来，吃一顿饭然后嘻嘻哈哈，就嘻嘻哈哈就过了嘛。刚刚智恩讲，那你就好好坐下来，到底是要谈什么呢？到底要谈什么？你现在就带头，你也管不了柯建铭，还是你就放任他，就是不断的讲。他9月份不是发下豪语，他9月份要罢掉41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那你对这件事情你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发声。刚刚亮君还是继续讲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基本上我们是自己从公民团体出身的啦。我觉得公民团体这4个字现在已经被用到，一定要加上引号跟下引号，要 quote 起来这样子。到底谁在后面？我今天中午刚好跟元之有机会同台，在板桥这个地方光摆摊就摆了5个。工读生一共有没有工读生？人家去跟他聊天问了之后，都是工读生啊。罢免要不要花钱？难道真的公民团体对不对？公民团体就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啦，真的不要带头作乱了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现在呢，你罢我罢你哈。国民党呢发动罢免新北的3个民进党委员，民进党在新北有6个委员集结在一起，说我们全力来阻挡你们要罢我们哦，这就变成这样啊。双方你打我，我打你哈。因为柯建铭说要把国民党41个委员都给你罢掉啊。那苏巧慧说呢，民进党新北的党公职要协助大罢免国民党委员，公职员都跳下来了，你罢我，我罢你啊。然后呢，这个张宏陆就说呢，第1阶段已经送件了，第1阶段那个1%就够了啦，很少了。他说想也知道是组织操来动员来的哦，都是这样吗？需要了，第一阶段太简单了。所以当时为什么说要附身份证影本？那你又反对，这个就是怕这样嘛。对啊。所以这个不是只有罢免蓝委需要这样，罢免绿委也需要啊。那你没有反对，然后现在又说是抄来的，当时要。身份证影本就是觉得会抄嘛，罢免谢国良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个有问题嘛。那我问谢国良，我说那你们是选委会，你当作为地方为什么不去查？哎呀，不要查，查了以后人家又骂，我说你故意找我麻烦，就报多少来就都给你过了，就变成这样。那岳元之说，这个因为呢想补选他这个位置的人嘛，蓝绿都有，不是只有绿的，蓝的也有
取而代之哦。那另外呢说呢，这个他们要拱戴伟山哦来取代叶元之的这个位置哦，但是说民进党现在有内讧哦，所以呢叶元之可能会绝处逢生。现在搞的什么哦？然后呢，台中2个民进党委员也都被罢免，因为他们要罢免台中国民党6个立委嘛，所以你要罢免我6个，那你现在只有2个，全部要罢免。一阶段也达标了哦。那2个立委是谁呢？是蔡其昌跟何新存哦，都把你罢掉哦。那然后呢，这个洪启昌就很不服气，说呢，因为罢免有个理由嘛，说呢有一个理由，其中一个啦，哦，说是创立台湾上雄用春联全台发送，哦，所以送一个春联哦，你这台中立委你干嘛全台湾发送啊？你干嘛？你现在不是立委副院长了，罢掉哦，不好好专注在台湾的台中的服务哦等等哦。所以呢，这个蔡其昌说不是说我眼睛太小看不顺眼，他眼睛小，他的眼睛不是很大，所以我眼睛太小把我罢掉。哎，就是现在那个理由，也就是反正我就是把你罢掉，什么理由不管我就把你罢掉。这个，你搞得很乱了哈。那我们看一下。箱子一箱一箱搬，这些都是要罢免新北民进党立委的联署书。不过绿营新北党部质疑，地方看摆摊人数寥寥无几，怎么几天就生出上千张联署？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的党工设立的联署摊。说实在，根本门可罗雀，但短短几天却有数千份的联署书。身兼新北党部主委的苏巧慧也把炮口指向国民党，更质疑联署书有作假嫌疑。我们也从不回避，我们就是国民党的基层党员了。至于年前动作少，是碍于联署书新旧制的争议问题，但当我们开始进行，就有很多联署书是来自于铺陈已久的社团。新北民进党立委大集结开记者会，说要反恶霸，动作突然如此之大，不免让人联想是否真的有在怕。那我呼吁所有的公职，就是议员跟立委的服务处，能够代收，然后集中之后交给该选区罢免提案的公民团体。现场更正式宣告，民进党立委、议员服务处要帮忙协助收送联署。至于第一阶段部分，中选会已公告，截至6号下午5点，共有32案，其中29立委、1县市长、2县市议员，后续还要做查核动作，一进入程序就不再评论回应。而且不止新北，在中华队12强赛人气冲上云端的民进党台中立委蔡其昌也成了罢免目标。第一阶段也已经送件，他无奈发文，罢免理由竟然是创立台湾雄用春联发送，还说干脆说我眼睛太小，看我不顺眼好了。罢免案绿营正式公开参战，就看蓝白是否站在台面应战。现在整个罢免的行动其实越演越烈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蓝营也有一些行动，就是要反制，那也罢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了哈。那我觉得在这个状况底下，我想在今年会突然出现一波新的选举了哈。大家本来想说县市首长应该会在2026年，但是我想今年应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类似像小型的补选跟改选的状况了哈。但是我刚刚看到，其实很多的委员在面对这些罢免的时候，大家当然就是正面应战啊。但是我刚看到叶元之的这个回应，我也是有点笑出来啊。他是说，他这一席如果接下来万一真的要补选的话，蓝绿都有了哈。因为这看到说他指蓝绿都有，这是不是也在暗指说他们自己党内其实也有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哦？那所以在这个罢免的浪潮底下，会不会就是或许某一些政党里面他们其实还有内部的角力战？但实际上整个罢免行动越演越烈的状况底下，真的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啊，就是说大家希望能够和谐，可是在整个从去年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共识的状况底下，然后再加上说，当然这个国会，如果大家就之前一直讨论说，那如果大家对于行政团队或者是对于执政团队有诸多不满，对于行政有非常多意见，为什么不敢喊倒阁？为什么不敢全面改选呢？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诸多讨论，最后演变成公民发动这样子的一个罢免行动，恐怕接下来在今年年底就会出现一个全台湾比较小型的一个集体改选。这个全面大罢免刚刚起步啊，
现在就以前乱成一团啦，谣言满天飞啦，讲东讲西啦，胡说八道啦，都有道理啦，无所谓啦。这个其实都是废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的。现在问题是，卢秀燕出招出得不错，她回到立法院，因为她要挺的恐怕会被罢免的6个最多，而且表现不怎么样，甚至还有一点犯小错，但是不至于要罢免。但是卢秀燕这个功力加上去，这个是加持加得好，这给谁一个教训呢？给谁一个启示呢？就是你的 running partner， 你总统对你总统大选的你的伙伴。我觉得侯友宜就一个老习惯，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习惯。你特别都咧慢慢参参，啊，拢无代志啊，这个时阵这款代志无讲真重要，咱慢慢来爱就好。人家急成这样子啊，叶元之被罢掉，就是你侯友宜的责任。在这我替很多人讲，很多人都这么讲了，但是别人讲不好。哎，我进来这排人，侯友宜你不能这样啊，动起来啊！你到底干嘛你？我个人如果说大家真要罢，我个人来说我真的不希望就4年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做不好你4年换人下来，你这样让整个的国政都彼此的纷扰。你知道为了要罢免，不管是蓝跟绿大家其实都呈现焦虑，不管你外面多么信心满满，其实我很清楚，在群组当中大家都非常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演变成你不管在监督的力道或者你质询的力道。在很多的方面，你就会是对于这个立法委员被赋予的这个角色责任，你是有被因此而受到影响的。那这是台湾大家都需要的吗？而且大家所找的理由，然后呢，不断的在拆解这个内耗，在不断拆解很多行政院所放出来的一些欧龙舍得的话语。那蓝也要开始反击，然后彼此之间就话很多。那我们真正的能源法，我们真正气候变迁法，我们真正这些没人管呢。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接着真人讲啊，我觉得赖清德是责无旁贷。我们台湾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内政外交，其实是国际很多都要处理的哈。你说大家心里不慌，其实都会慌，不管有没有真的会罢成功。所以要终止这样的一个朝野对立，我真的觉得赖清德你要想办法终止这一切。来进。对啊，就是赖清德，他根本不用找委员院长来开什么院际协调嘛，浪费咖啡。真的，你如果觉得国家要安定的话，到时候都没有咖啡喝，所以你把我预算删了。对，喝白开水，自己带进去，你就跟柯建铭恳谈就好了啊。到时候韩国瑜自己带一杯咖啡进去。我觉得我们国家走到一个分水岭哦。英国之前就是为了不要让罢免变成一个永久战争，所以他们把罢免设一些前提。就不会发现像蔡其昌这样子说，我眼睛小，你要罢免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国家应该要冷静起来讨论，就是说罢免是不是应该要去设一个前提，否则我们就会像美国、像加州一样，加州108年光州长就被罢免60次，议员被罢免了128次，总共只成功了12次而已，州长才1次而已。所以他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0。但是美国的国会议员是不能被罢免的。是。